这是一个当代比较舒服的版本。我希拉斯应该是 F6 开吧，还是翻个眼。打沙皇可以从这里出来一级干他一下，哎，他红开的。因为打沙皇的话，沙皇英雄1级2级是比较弱，多跟他换下血可以。哎，下个一交闪现了哟！要你打不打沙皇？李哥跟我打2级被我单杀了，你知道不？有时候我确实会放弃一些补刀去跟别人换血，主要是你打这种英雄，你就得这么打，你知道吗？你打这一类英雄，你不干他，他就给你上嘴脸；你越怂，他越给你上嘴脸。你就得凶嘴，有时候。我想给他越了，啊，3级了，3级都不好越，可惜了，我那个一没中。塔外也不扛塔。你以为我扛塔了是不是？他以为我扛塔了，但我打太凶了，武希拉斯可能要来了，在我左边，预判闪现啊！这波也没辙吧，是吧？不亏吧？不算亏，不算亏。这波线是回推的，不算亏吧？回推他没闪现了，下次来他是死。主要是我再不上他，我怕武希拉斯来搞我了。我那个位置离塔太近了，我再不越他塔，武希拉斯来了，我不知道武希拉在，武希拉在我右边，我得翻个眼，不然下次不敢抓。你也不好抓呀，这我不好抓，兵线不是很好。这沙皇没买药，没闲台，能破下骸骨就跟他打最好。不好抓，兄弟，兵线有点太远了。兵太多了，哎呦，他不怕的呀？为什么不怕呀？小兵太多了，他不怕。展示一波完美塔刀，一刀不落。老抗压了，兄弟们。我要想杀到他，我得在6级之前再杀他一次，不然6级以后就不好操作了。6级以后容易失误。不太好上，现在我不知道对面武希拉斯在哪儿。我现在没闪，容易被针对。武希拉斯要在的话，我上可能要死。我想跟他换一波血，然后再 TP 出来。6级了，强行推，不用怕。
啊，那没辙。我就感觉武器他是在中路。行吧，给了。反正炮车我也吃到了，我补刀没落下，不亏。韩服沙皇多不多？感觉挺多的，反正比国服多。韩服就是中路这个位置，这是远程英雄特别多。打这种远程英雄，我已经有自己的那套打法了。哎呀，没打转。前面要是能换血，我是不会补刀的。就前面如果这个对面中单给我换血的机会的话，我是不会想着补刀的。因为玩塞拉斯这英雄，你打中路，你要是想打的赢对线远程的英雄，你就不能太在意补刀前面。你太在意补刀，你就被消耗，说明太没血了，你就打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现在补刀领先他了，就是因为我对线打赢了。啊！脆弱，那还是不太好，打。不急吧，这把队友也是优势啊，不着急吧，慢慢来。韩服第一有奖励吗？没有啊。我主播只是比较享受这种跟高手对决的乐趣，我就不喜欢炸鱼，偶尔炸一下还可以，天天炸不行。天天炸改玩的都累啊！别戳啦，受不了啦！哎呦，疯女还来了！苟延残喘。你看，这都是你不跟他拼的下场，打沙皇，你就选了一直被压的，你就更不敢打了，然后就会慢性死亡。这就是我为什么我打那些特别厉害的人的时候，我都没那么在意补刀。你们李哥什么的，能换一个吗？换不掉啊。CD 血吧。不买药了，买药也浪费钱，不想买，也不是浪费钱吧，就是不想买，想省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我想干他，但武希拉斯又可能又在中路，这里得翻。先不急，要我10刀左右，要我12刀。这个对线其实已经很成功了，是吧？如果没有武希拉斯那波抓gank的话。对线会更好打。我下次弄了我一波。头呢？我打韩服高问道不是很想开3人头啊，我想认真玩。参加挑战参加不了呀，
艾欧尼亚全是演员，不想参加。艾欧尼亚演员太多了。离得近一点。哇，他不推大招啊！哎呦，好疼！他推大的话，我就控制李潇把他宰了，但不推啊，他不推我都不敢出2段1，我出2段1被他推塔下了，打不过了，现在纳斯之牙了，哈哈，有点折磨。这个 B 对线开始折磨起来了，主要是这我打这个沙皇。 什么意思啊？哦吼，好推兄弟！哈哈哈哈！好推兄弟！这不巧了吗？这不是？不是这个虎牙把这个挑战设计在这个艾欧尼亚之能逆天啊！我只能说挺逆天的。 因为艾欧尼亚就是很多演员的呀，艾欧尼亚演员很多，大家都心知肚明的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个设计在这呢？不理解，兄弟。在艾欧尼亚众所周知就是一堆演员的，为什么把设计在那个斗海那边是设计在峡谷之巅的？为了王不见王嘛，逆袭锋芒是吧？ 斗海那边在冲击峡谷之巅，我们虎牙在冲击艾欧尼亚，王不见王，闹麻了。他如果设计在峡谷之巅的话，我就冲一下了。那艾欧尼亚我真不想冲。把塔赶紧拆了，赶紧拆了换线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对线。 赶紧把下塔拆了，换线了，我就好打了，我就没那么难受了。不然这个 B 对线打的是真痛苦。中期该去吃线还是打支援团？该吃线的时候吃线，该打团打团，你得分得清楚才行。你得分得清楚什么时候该打团，什么时候该去当代发育。你什么时候分得清了，什么时候都好，什么时候都好上分了。 哦，好位置啊！我打断了呢 ，W 被打断掉了。哎呀，难受！打断掉我 W 了，没伤害了。塞拉其实新版本比之前弱，中路整体都比之前弱了，不是塞拉斯的问题。我感觉塞拉斯可能比其他中单要好一点。这个版本就是中路这个位置整体都不太行，因为这个任务的问题，上路跟这个 ADC 这个上路跟下路这个任务太厉害了。 可以换线了，终于结束痛苦了，兄弟们！完了，没闪。哎，快闪现一下，兄弟！还行，这把混一把。 小混一局，鞋子怎么选？
现在鞋子一般还是 CD 鞋跟法穿跟 CD 鞋跟水银鞋吧。这个 CD 鞋先机其实还可以，没那么弱。然后装备的话，第2件推荐出巫妖。还想搞我呀？能不能不搞我啦？不是啊，疯的啦！哎呦，疯也来了。都来我这干鸡毛啊！哎呀，妈了！这是 ADC 这个版本呢、任务完成之后，他那个钱来太快了，比你中单要更能发育。你打着打着，你就会发现你落后对面 ADC 可能2、3件套了。对，中路这版本就是前期能带节奏，但是到了后面还得看 ADC 来发挥。所以，除非是雪球滚的特别快，不然后面都要看 ADC 的发挥。你看沙皇搁这里努力的补刀没用，他的发育赶不上我们家 ADC 一根的。其实这版本中路我感觉就是玩一些功能型英雄要更好。你看我们家 ADC 这个时候2件半套了，快3件套了，这才17分钟啊！现在啊，完了 ，ADC 倒了，还给沙皇了，坏！还行。咱们塔皮的改动，任务的改动，上单的话，我觉得没什么用。就上单虽然说等级或许会更高，但没什么用。就上单这个位置该咋样还是咋样，对游戏的影响还是不大。我觉得啊，就玩了这么多天以来，感觉上来说的话。上路这位置还是一条单机路，但是现在上单就是如果劣势的话，可能比上个版本要更加难玩。啊，这狗熊1杠6能打得赢？能打得赢3杠3的蓝姆吗？看我驾驶技术，兄弟们，开始展示，短，是不是？哈哈。你看这个中路这个位置，到了中期，你发育赶不上，跟不上别人的，你跟不上 ADC 的。你看 ADC 3件半套了，大哥，他3件半套了，我才1件半套，根本就跟不上。你看对面沙皇也就拿了个闪金，也就1件半套，跟不上的。哎呦，所以中路现在选那种法盒啊。没什么用，
我感觉这版本中路是工具人版本，得玩工具人英雄，就单纯为了3分去玩的话，又来人了吗？就你一个吗？那你装什么？没溢出来，我去！啊，没移到算了。哇！你看他这个装备，20分钟3件套，他这个装备打谁都是砍瓜切菜啊！其实这版本的趋势就是中野都得去帮下路，得帮下路起来。然后 ADC 就选一个后期大河就行，很简单的版本，你就不能选什么卢锡安呀，这种都行，得选大河、超大河，什么金克斯、泽利啊这种东西，然后你们就拼命帮他，让他发育，后面就靠他 C 就可以了。当然也有说你中路滚雪球滚得特别大，然后赢的局，今天我有，但是不多见。你滚不赢到后面还是得看 ADC。就即使说你可能10杠0，对吧？你要是打着，你补到没那么多了，然后 ADC 装备就会反超你，即使他人都不多。一巴掌拍掉了。下路劣势就得中单 C 了，下路劣势你 C 不了，很难。下路一旦劣势，对面 ADC 发育特别好，你看看对面沙皇这把能不能 C 得了呢？教材不对，在这儿。你看对面中单也是个大河沙皇，对吧？对面 ADC 这劣势，你看他能不能 C？ 我们家金克斯马上4件套了。这狗熊上把这狗熊好像。好的，这 W 结束。又交1，哎呀，1的我呀。我下次跟你玩，兄弟。你看上单这版本等级会做完任务之后等级会有提升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也就15级，他等级没领先我多少。但是 ADC 这个经济领先会更明显，等级领先不明显。你16级跟17级区别多大呢？不大的，没啥区别。你都打到大后期了，上单这辈子该笨还是笨。我没蓝了，走吧。我 TP 过来好了。都没人扛得住金克斯2下的。他现在回家有4件套了。打完看一下经济差距你就知道了。这啥？好吹，兄弟！就死扶3手。上单天使，你看现在胜率应该非常高了。